大家好，我是牛奶。如果喜欢牛奶的视频，记得点赞订阅哟。时间很快来到了第二天，毒宗大战万仙门，需要从万仙山山脚开始往上进攻。萧炎等人兵分几路攻上山，小医仙率大部分兵马吸引主要仇恨值，紫妍也带了一队人马负责在前冲锋，萧炎负责游走支援，美杜莎则负责隐匿气息跟在萧炎身后，等魂殿的人出现再现身拿下他。很快毒宗的人就打到了万仙门。万仙门由门主歇山负责嘲讽和凹造型，小医仙不惯着他，直接就上手了。歇山见情况不妙，立马联合其他5名长老的力量，十分勉强的接下了小医仙的一击。小医仙随即又使出了千唤毒拳，知道歇山等人接不住，非要压轴出场的歇碧炎不得不出手相助。事已至此，双方也没有什么谈话的必要，小医仙直接下令让毒宗五老结阵，自己则负责搞定歇碧炎。毒宗五老都是人狠话不多，直接就联合5人之力发动了攻击。不过这攻击却是直接冲着背对着他们的小医仙去的。原来这5人才是内奸。对于这5人的背叛，小医仙先是一愣，在萧炎出手化解掉5人的攻击后，才变为了愤怒，当下就想杀了乌鸦等人。当然他也这么做了。谢碧炎当然要护住己方卧底啦，结果还是被小医仙成功击杀了2人。自觉丢了老脸的谢碧炎顿时散出了不比小医仙弱多少的磅礴气势。小医仙见状也立马做出了战斗准备，暴长了半尺长的灰指甲，不对，是灰紫色指甲，犹如石柄锋利的短刀，偏头对着萧炎交代，你们小心一点后，小医仙就同谢碧炎战作了一团，见领头的都打了起来，歇山当即下令全员进攻。大混战正式开始，混乱之中，萧炎被无涯以及另一名先前叛变的长老围住了。斗皇巅峰同4星斗皇围剿一个1星斗皇，结果几乎是可以预见的。可是他们没想过，萧炎之前仅凭一己之力就化解掉了他们5人的联手攻击，于是这2个不长眼的斗皇就悲剧了。先是未曾拥有姓名的4星斗皇被萧炎送走，后是萧炎一记开山印将无涯重伤至昏迷，服下几枚恢复斗气的丹药后，萧炎就想补刀，结果差点被背后偷袭的歇山捅了心窝子，好在萧炎及时察觉，使出了3000雷。在歇山震惊于自己捅的是残影的时候，萧炎已经来到了无涯身边，挑衅地冲着歇山笑了笑，萧炎直接洞穿了无涯的天灵盖。歇山怒了，看着己方优势已经完全不在的战场，当下决定放大招，取出一截蓝哨子就召唤出了4翼天魔蝎，一人一蝎的配合很默契很有效，很快萧炎就被逼得到处逃窜。然而追杀萧炎的快乐并没能持续下去，紫妍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，直接分走了4翼天魔蝎，怪力小萝莉暴揍巨蝎的场景震得萧炎与歇山都忘了干架。直到看到紫妍抱住4翼天魔蝎的一只巨钳，将几十丈长的大蝎子抬起来抡飞，才反应过来。萧炎大笑了一声后，讽刺歇山找的正宗魔兽有点不太行。歇山能咽下这口气，刚想有动作，正与小医仙激战的谢碧炎却是传音给他，让他召唤魂殿的那人。歇山乐了，没有丝毫犹豫地执行了命令，感受到磅礴的气息从万仙门深处蔓延出来，不论是天空还是地面上的战斗都停了下来。天毒女，没想到吧，我万仙门居然还有一名斗宗强者，今日老倒是要看看你是否能以1敌2。小人得志的谢碧炎阴冷地笑道，小医仙却是理都不理他。而现身后的魂殿铁护法在装完13后，在歇山的引导下就想先弄死萧炎。就在黑色锁链即将击中萧炎的那一刻，美杜莎出手了。这熟悉的配方，熟悉的味道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什么呢？他交给我来吧。瞥了铁护法一眼后，美杜莎冲着萧炎道，小心点，我将那家伙收拾了就来助你。萧炎点了点头，不怀好意的瞥了一眼因为美杜莎的出现而陷入呆滞的歇山，微笑道，放心，不会让他跑了，我知道你此行的目的是他。美杜莎也笑着道，之后就直接飞身同铁护法战斗到了一起。随着美杜莎这边战斗的打响，谢碧炎刚刚还有些得意的脸变得十分难看，当下决定不再留手的他使出了自己的绝招血魂诀，只见森白骨头直接破开谢碧炎的皮肤，在一阵蠕动后化为2只血色的巨钳。话说这还能变回去吗？谢碧炎的实力也随着变身的完成提升到了5星斗宗巅峰，知道小医仙危险的萧炎就想去帮忙，但歇山却缠住了他。谢碧炎挥舞着他的大钳子就想将小医仙一夹2半，小医仙也不是吃素的，十分果断地将恶难毒体彻底解开，尽管这会加速毒体的彻底爆发。另一边陷入苦战的萧炎很快就迎来了转机，紫妍不知道什么时候跑来配合萧炎完成了偷袭，一拳打断了薛山那坚硬程度丝毫不比金铁弱的铁棍后，威力丝毫没弱地锤到了歇山的胸口上。歇山顿时鲜血狂喷，萧炎则趁机补刀，对着他的后心窝使出了8级崩。这下歇山将破碎的内脏碎片都吐出来后，彻底没了生机。
脱离战斗的萧炎立马塞了一大把丹药到嘴里恢复斗气，随后同紫妍一起紧盯着天空之上的2处斗宗战场。与美杜莎战斗的铁护法察觉到谢山死后，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当即使用了同当年护法一样的秘法吞噬灵魂。已经经历过一次的萧炎哪能犯同样的错误，立马出声提醒美杜莎。没想到美杜莎一剑就戳破了铁护法的魂带，一道道虚幻灵魂体在萧炎等人那目瞪口呆的目光中疯狂的四面逃窜。铁护法顿时气疯了，完全不要命的朝美杜莎发动攻击，美杜莎只能被迫防守。看着险象环生的彩铃姐，紫妍坐不住了，想上去帮忙，却被萧炎拦了下来。萧炎让紫妍帮他护法，他有办法帮彩铃。随着萧炎的脸色越来越苍白，他终于完成了翻海印。被必经手印锁定的铁护法短暂的失神后，失声尖叫了起来，地印诀。听到铁护法的尖叫，萧炎杀意大盛。万一薰儿族中之人知道这般秘法被一个外人修炼，定然会派人来抹杀他。铁护法内心则没想那么多，只觉得萧炎就是古族人。被翻海印轰炸完后，重伤的他只想着逃跑，然而哪里还跑得掉？美杜莎将他擒获后，用七彩能量侵蚀着铁护法身体上的黑雾，没想到这无心之举竟然让他们发现了魂殿的惊天秘密。或许魂殿的一些强者本体也都是灵魂体。已经被擒获的铁护法一点也没认清自己现在的地位和处境，还疯狂地叫嚣着：“你们杀了我，魂殿不会放过你们的！”哪知萧炎完全没在怕的，而且在知道他是灵魂体后，当即用能对灵魂造成伤害的陨落心炎做了实验。被烧了一通后，铁护法彻底没力气叫嚣了。将铁护法塞进玉瓶并用火焰封口后，萧炎对美杜莎表达了谢意，美杜莎却是微微偏开头，随意的道：“若不是你令得他消耗太大，我也不可能这么容易将他制服。”萧炎张了张嘴，还想说点什么的时候，小医仙这边的战局也分出胜负了。小医仙身体之上布满了血痕，手臂上还有一道半尺长的伤，蝎壁炎也没好到哪里去，2只巨大的血色巨钳更是断了一只。只是蝎壁炎还是输了，小医仙的恶难毒血已经侵入了他的身体，知道自己难逃一死的蝎壁炎决定临死前干票大的，佯装要自爆攻击小医仙和美杜莎，实际却是将魔毒斑射入了萧炎体内。而中了魔毒斑的人起初并不会有任何不适，只是多了一块黑斑而已。但是随着黑斑不断释放毒线，那些毒线遍布身体每处穴位时，那中招之人体内经脉就会迅速溃烂，最后在受尽痛苦之后缓缓死去。美杜莎在知道蝎壁炎做了什么后，脸色阴沉的可怕，却还是耐着性子问小医仙有没有什么破解的方法。在得知小医仙也没有把握解毒后，冲天的杀意从美杜莎体内暴涌而出。身形一闪，美杜莎掐住蝎壁炎的脖子道：“老杂毛，将解药交出来。”蝎壁炎却笑了：“能让这个小子下来陪我，那也还不算孤单了。”美杜莎直接扯掉了他的一条手臂，木着脸道：“说还是不说？手没了还有脚，脚没了我还能帮你开膛破肚。”蝎壁炎痛得冷汗直冒，但他笑得更开心了。美杜莎一脚就踢断了他的腿，蝎壁炎却是笑得越发猖狂了。“你对我越狠，就表示你越在意他，你越在意他就会越痛苦。”美杜莎卸了他的另一条腿后，阴冷的道：“你死了，我还会让万仙门的所有人陪葬，即便是你万仙门的一条狗，也绝对不会放过。”蝎壁炎愣了片刻后，闭了闭眼道：“你想怎么样便怎么样吧。魔毒斑没有解药。”希望破灭后，美杜莎直接将手插进了蝎壁炎的胸膛，然后捏爆了他的心脏。然而蝎壁炎的死并没能平息他的怒火，他要血洗万仙门。好了，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喽，感谢您的耐心观看，你的点赞订阅是我前进的动力。